随着这诡异的一幕出现后，在远处的萧炎、林动、沐尘三人都是面带震惊，还在疑惑间，那处空间下一刻便是发生了震撼的巨变。只见那处空间原本消失不见的金色光条，在这一刻竟是将整个空间彻底的撕裂，恐怖无尽的虚无便是冲入其中，并且散发出一股极其庞大的玄奥能量，给人一种无比震惊之感。刚刚那个巨道鼎所爆发出来的能量体也是如同这般玄奥，所有的力量在这股玄奥力量面前都不堪一击。但是元尊所施展的也是玄奥力量，只是不知道双方的大道与大道之间的碰撞究竟是哪一方更强。元尊今日在天域主场，再加上我们9位一起联手施展的巨道鼎之力，看你如何与之抗衡。9位副盟主此刻的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有巨道鼎在手，就算是大道主神也有抗衡之力。这就是神奇联盟的恐怖抵御，虚无的力量不断冲入天域中，一道无比磅礴的金光自虚无中爆发，并且带着龙吟之声响彻天地，甚至可以看到在其中有一条巨大的金色巨龙洞穿虚无空间，直至9位副盟主的上空。吼吼吼！伴随着恐怖的龙吟咆哮声响起，整个天域都发生了剧烈的颤抖。然后巨大的金色巨龙直接冲入下方，与对方的巨道鼎所爆发出来的道法之力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随着双方皆是大道力量的激荡碰撞，天域之中仿佛掀起了一场前无仅有的毁灭风暴。大道的力量如同利刃一般横扫一切，甚至使得四周的虚无空间都开始扭曲变形。如果在场有任何一位神灵在接触到这股大道力量所碰撞后产生的冲击波一瞬，便如尘埃般消散，就算是巅峰天位神也是如此，神体神魂皆是被抹灭，无法轮回。双方的大道力量不断的在比拼，虚无空间中只能看到耀眼夺目的光芒闪烁，以及彼此之间的轰炸对抗声在响彻。远处的萧炎、林动、沐尘三人已经彻底的被元尊对9位副盟主的战斗深深感到的惊骇欲绝，就连玉尊此刻在这样的力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显然心里也很庆幸，在这关键时刻出现了9位副盟主，才让他留下了性命，不然自己早已经陨落在元尊的手中。在经过无数次的大道激烈碰撞之后，天域之内的虚无也是消散不见，空间也开始逐渐稳定下来。9位副盟主联手催动了绝世神器巨道鼎的力量，才有了与元尊抗衡的资格。而就是在这种极致的力量碰撞下，似乎也是达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双方的大道力量皆是消失不见，而天域世界此刻依旧是被虚无代替，其中的空间早已经破烂不堪，能够使得天域这等空间都被摧毁，唯有大道的力量方才能够做到了。虽然大道的力量消散，可是依旧能够感觉到那种毁灭的波动在弥漫，因为在天域的这核心区域，在刚刚的双方那大道力量的对抗中所散发出来的冲击波直接是撕裂了空间，甚至已经出现了诸多的空间崩塌，涌入了虚无。还真是小看你们了呀，没想到你们借着绝世神器巨道鼎的力量还能够抵挡住我的大道攻势。元尊的脸上依旧带着一丝微笑，刚刚他所施展的攻势也只是随手一击而已。9位副盟主见抵挡住了元尊的大道攻势后，以为是他们做到了抗衡的资本，个个脸上都是露出自信笑容，刚刚对于元尊的忌惮之心也稍稍消失了一些。哈哈哈，元尊也不过如此啊！当年让你从我们的手里逃了，今日我们便让你永远的留在天域。说话的依旧是那位站在最中间的副盟主，而且他的气息似乎比其他8位副盟主的气息更强上一丝，似乎他的道法更加的完善，但并不是完整的大道，其实力至少是达到了半道神巅峰。在半道神的领域中，同样有强弱之分，分别是初阶、中阶、高阶、巅峰，而在这4个划分之间，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差极大的存在。呵，是吗？元尊有些无奈的摇摇头，笑道：旋即，元尊的眼神开始变得认真起来。虽然这9位副盟主只是半道神的实力，可是再加上绝世神器巨道鼎，的确能够激发出可以暂时抗衡大道的力量。不过气运当道，唯元无敌。元尊的声音如雷霆炸响，随着话音的落下，他整个人都被一股无形的威压所笼罩，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令人心生敬畏。元尊缓缓抬手，整个天地中顿时风起云涌，大道神力在他的周身汇聚，那是一种难以言述的玄奥，仿佛包含了整个大洲的道义。他的手掌如同捕捉到了天地间的气运，只一掌轻轻推出，天地间便仿佛承受不住那股力量，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9位副盟主立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不敢怠慢，纷纷以最快的速度催动自身的半道神力，企图抵御这一股似乎能毁灭一切的大道力量。9股半道神力再一次的激发巨道鼎的绝世之威，其中的大道能量体逐渐的显现而出，然后在9位副盟主的全力施展下，在他们的正前方空间上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光网，试图将元尊的这一记攻击给阻拦而下。然而他们以为刚刚抵御住了元尊的力量，就有了真正对抗元尊的资本，个个脸上依旧露出极其凶狠狰狞之色。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元尊这次所施展的乃是他主修的大道，乃气运之道，岂是他们能够轻易抵挡的？虚空中气运大道之威，带着恐怖毁灭绝望的一切力量，脱离空间，引动大咒道义，直至9位副盟主的方位。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九位副盟主借助着绝世神器聚到顶的力量，联手构筑的光网如同玻璃一般直接破碎，不带任何的对抗之力。恐怖的大道力量直接冲破了他们的防御，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仿佛雷霆万钧的一击。天域之上的天空瞬间变得昏暗浑浊虚无起来，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元尊的气运之力直接撕裂了天地的虚空，一道道漆黑的空间裂缝在天域之上肆意展开，仿佛随时都会将整个天域吞噬。九位副盟主在这一刻面色巨变，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元尊这一次的攻势，其力量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九位副盟主联手纷纷施展各自的全力，力图反击，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似乎都无法阻挡元尊那毁天灭地的一击。气运之力如同主神之怒，不断在天地间回荡，所过之处万物俱灭。九位副盟主逐渐感受到了压力，他们的身影都被那股气运之力给震退了万米之外，直至最后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股恐怖的气运之力在天域之上肆意破坏，毁灭一切。这一刻，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脸上都是挂着震惊无比之色。刚刚元尊的那股力量实在玄奥无比，简直就是来自大纣的道义。只要元尊愿意，这股气运之力就能够毁灭一切的存在。这就是气运之道的主宰，神界大传奇元尊的气运之力。随着气运之力的消失，万米之外的九位副盟主个个捂住自己的伤口，显然在刚刚与气运之力的对碰下，皆是受到了伤势。虽然这样的伤势对于半导体的他们来说并不致死，可是也同样并不好受。这我们竟然不敌元尊！实力最强的那位副盟主表情狰狞地望着击败他们的那道身影，心中依旧不服气。齐副盟主，元尊刚刚的那股大道神力应该是气运之力，不然我们的绝世神器不可能会如此轻易地被击败。此时，另一位副盟主低沉地说道：“气运之力吗？这也难怪了。”见到元尊施展出气运之力，就连九位副盟主的脸上都没有刚刚的那一份自信，甚至还带着一丝对气运之力的忌惮。齐副盟主，怎么办？元尊太强了，怕是真的能够在我们的手中救走那三个小子啊！又一位副盟主有些着急地询问道。而这位被称之为齐副盟主的，便是他们九位副盟主中最强的那一位副盟主。而那位齐副盟主并没有直接回答，待得片刻之后，才缓缓低声细语地森然道：“绝不能让元尊带走这三个小子，一个是拥有焚神力量的拥有者，另外两个所主修的神物中又拥有一丝无上气息，这三人一定要让其留在神器联盟，不然等日后成长起来，必定会对我们的大计划有所影响。而且元尊的实力已踏入真正的大道主神领域，能够对付他的只有盟主大人和那位神。如今盟主大人还在闭关当中，距离出关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只能请出那位神。”齐副盟主说完，已然做好了所有的决定。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一个都不能走。既然元尊想要带走他们，就问问他们背后的那位神愿不愿意了。而此刻的元尊望着那几位神情诧异的副盟主时，就已经知晓他们的心思。毕竟他可是气运之道的主宰，自然是知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元尊的大能。我说，你们还不请出那位神吗？元尊神态自若地对着九位副盟主喊道。见到元尊如此的狂傲，几位副盟主也是再也坐不住了，准备施展秘法召唤出天域中真正的神，神器联盟背后的那位神。旋即，九位副盟主便是各自站好了位置，然后伸出自己的手指，直接咬破，一滴精血便是流了出来，然后催动半道神力。同时间，他们的口中神秘的咒语在空中回响，一股巨大的黑色漩涡从他们的上空浮现，很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随着半道神力以及那神秘咒语的旋转，那巨大的黑洞逐渐开始变化起来，远远看去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黑洞，更像是一只巨大的眼睛，深邃而可怕。而那巨大的眼睛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并且迸发出更加诡异的暗黑气息，使得天域世界瞬间变成了一片暗黑世界，其中满是充斥着无比可怕的暗黑本源，毁灭绝望的气息更是扑面而来。就在此时，一只暗红色的魔眼突然出现，然后迅速扩大，漆黑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天域世界。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皆是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那暗红色魔眼所散发出来的无比恐惧的暗黑气息，就算是大道在这股暗黑气息的面前都有所压制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恐怖的暗黑力量不断壮大，终于引发了一声巨响，周围的一切都被彻底毁灭。元尊的目光穿透空间，感知到这只暗红色的魔眼力量的确是非常的恐怖。他看到了这股恐怖无边的暗黑力量不仅撼动了整个天地，还引发了无数的灾难和浩劫，无数亿万生灵神灵都在惊恐之中瑟瑟发抖。一个庞大无比的暗红色眼睛浮现在他们的天际，那所散发出来的暗黑力量形成黑色魔气，一步步地向他们笼罩。至于那九位副盟主此刻的脸上挂着无比得意的笑容，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位神出来了，同时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哈哈哈，本神沉睡了千万年，终于可以出手了。在元尊的不远处，那里一只暗红色的魔眼中迸发出一道诡异的声音，
而这道声音传入他们的耳朵中后，便是全身情不自禁地开始哆嗦起来，身体神魂似乎都被一股无形的恐怖力量所压制了。仅仅一道声音，就让萧炎、林动、沐尘他们感到极具的危险。被9位副盟主召唤出来的这只暗红色魔眼，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怖存在？此刻，元尊那神态自若的表情也是收敛了起来，被一脸认真之色所代替。因为他刚刚可是在这暗红色的魔眼上察觉到一股不亚于他的力强大力量，这就足以说明了这神器联盟背后的那位神实力至少也已经踏入主神级别的领域。